终于来到了危地马拉，危地马拉，我来了。哦，我怎么了？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，就知道我被困在墨西哥快1年了，终于要继续穿越拉美的旅行啦。为了去危地马拉，我从墨西哥的北部飞到了墨西哥南部的 San Cristobal， 见了好多之前认识的朋友，过了一个不太热闹的亡年节，准备从这里南下入境危地马拉。危地马拉是跟墨西哥相邻的中美国家，也是我拉美穿越旅行的第2站。然后我现在是在就是墨西哥跟危地马拉的边境城市，叫塔巴丘拉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办危地马拉的签证。我本来是可以在 San Cristobal 附近的城市办理的，但是那里的银行都没有办法付款，国家层面的原因，然后不是在边境银行的付款就被返台，然后我只能坐了9个小时的夜巴士到这个边境城市。好了，我现在到这里的大使馆，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申请到签证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心情超级激动，因为我终于拿到了危地马拉的签证。比较幸运的是，他们居然给我的是那个中美4国签证，就是 CA4，就是我可以去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，然后萨尔瓦多、尼加拉瓜。我之前听说这种签证已经取消了，没想到我还能申请到。这城市就有点东南亚闷热的感觉。然后就是这个国内7、8线城市，这个城市好像就是有人比较杂，我看到很多黑人，还有很多亚洲人，还有很多中国人、日本人，据说都是100年前偷渡过来的。上面有一条小河，然后边境检查站就在500米处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小河就是当地人都在运输物资走私，也没有人管，超级搞笑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去边境。我现在坐上出租车去边境。刚才那个司机要收我100，通常是50。他说50是我的费用，50是行李箱的费用。他这刚好差一个人，他就要我出100。然后我觉得边境这里的人还是挺赖皮的。墨西哥跟危地马拉的边境，然后河对面就是危地马拉，然后这边好像是他们偷渡的船，就是非官方的。我现在跟这个我刚认识的一个很友好的哥伦比亚阿姨，就我们要过去玩一下，因为她晚上住在那边。这是他们走私的船，就感觉就绑了2个大轮胎，上面铺点板。然后对面就是危地马拉，这些都是偷渡的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船。Tomorrow, to Guatemala, okay? Ilegal. No paso. Okay? 是。The other side. 搞定了签证之后呢，我还需要搞定的是 PCR 测试。入境危地马拉需要72小时以内的 COVID-19 的阴性测试结果。不幸的是，我发现这里做 PCR 测试非常贵。去危地马拉花200美金做测试。我现在要尝试过关，看一下能不能过去危地马拉，因为我没有那个COVID-19 的 test， 所以不知道，试一下能不能过去。然而果然过关失败。于是当地的车夫就拉我到一个当地的诊所做所谓的 COVID-19 测试。据说当地人都是这么做的。抽血吗？Sí. Abre la mano, enseñando. Ahorita, no me sé ya. 1, 2, 3, ahí va. 抽了这么多血啊！
Muy bien. 10分钟以后，我拿到了这个当地诊所的测试结果，居然只要400比索。我现在要拿的这个当地诊所的 COVID-19 的测试结果，再次去过关。¿Será que me puede pagar de una vez? ¿Una vez? Sí, ¿Y cuánto en total? son 100 quetzales. 然后还是没有能顺利过关，可能是危地马拉那边看到我是外国人就会刁难我。最后呢，我只好发挥我强大的 PS 技能 ，PS 一份天衣无缝的 COVID-19 PCR 测试结果，然后那个边境检察官终于放我过去了。哎，过程那个忐忑啊！我终于来到了危地马拉，危地马拉，我来了！哦，我怎么了？对。然后我坐上了就当地去安提瓜的巴士。过了一些，我马上就要到安提瓜。那个司机半路把我扔下，然后就叫一辆 taxi 把我带到这个车站，然后再转一辆车就可以到安提瓜啊路奔波。然后这边就小卖部的阿姨在帮我看车，我觉得这里当地人还是蛮友好的。朋友们早上好，欢迎来到危地马拉的古城安提瓜。疫情下的旅行很艰难，但是我还是要尝试继续旅行。